光与热，赋予了广西丰产的底色。光与热，也让鲜甜的滋味转瞬即逝。不过广西人自有智慧和经验，扭转局势，保存甜美。没有任何悬念，一场大雨即将来临。但眼前的小伙子似乎没有要躲雨的准备。下雨前的一分一秒，对采摘石峡龙眼来说都十分重要。一旦雨水打湿石峡龙眼的果皮，成熟的龙眼很可能会因不堪重负而落果，也可能直接裂开，失去被品尝的机会。市场上最常见的2个国产龙眼品种，其中一个就是石峡龙眼。传说人们在石头夹缝中发现了奋力生长出的龙眼树，因此被称为石峡龙眼。作为石峡龙眼的发源地，平南县拥有中国唯一的石峡龙眼母本园。广西大部分的石峡龙眼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园里的108棵龙眼树。尽管石峡龙眼的身材比其他品种略小一些，但甜度却是丝毫不让。一口咬下，甜蜜立刻滋润舌尖，果肉脆弹，水分和糖分同时在口腔中爆开。这是平南人夏天最钟爱的解暑神器。平南人家的房前屋后总会种几棵果树，龙眼树往往是第一选择。果实成熟的周末，黄大爷在县城上学的孙子孙女也特地赶回来尝鲜。亲手摘下的龙眼总要比买来的要甜一些。摘下的新鲜龙眼最好尽快品尝，不像柿子、苹果耐贮存，脱离树枝的龙眼依然是活着的生命体。常温环境下，旺盛的生理代谢会让其果糖含量逐渐下降，因此龙眼要在树下吃才更好吃。成熟的龙眼必须尽快采摘，否则果肉里的果糖含量在到达巅峰后会逐渐降低。因此，保存住这份极致甜美变得至关重要。将龙眼制干是古人的解决方案。制干之后的龙眼也被称为桂圆干。传统的桂圆干制作方法十分简单，但却充满智慧。整穗果实被放入沸腾的开水中，浸烫大约3到6秒后拿起。这一操作既能消毒灭菌，也能钝化酶活性，减缓腐败的发生。随后在阳光的助力下，大约5天，水分逐渐消失，龙眼变身为桂圆干。由于糖浓度升高，微生物难以生存，果实的耐贮性大大增加。龙眼引以为傲的甜，不仅成就了它的美味，也成为了自身最好的保护。1年1度的龙眼季，回家看看成为所有家人的默契。桂圆排骨汤是平南人最爱的家常味道。正如桂圆所饱含的那些美好寓意，一家人团团圆圆就好。平南县拥有全国最大的连片种植的石峡龙眼果园，年产量可以达到18万吨。一部分经过现代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，另一部分则被制成干果，让人们在非龙眼季节也能享受龙眼带来的味蕾享受。风雨已过，采摘季还在继续。无论是叫龙眼还是桂圆，是鲜果还是干果，形态或许有变，但甜蜜
始终依旧。广西玉林的丘陵地带，山险林密，村民们一大早骑车进山，为的是收获一种特别的果子。不是熟知的花，果实却有着似曾相识的身影。一个深呼吸，气味给予了肯定。没错，这就是厨房里常常出现的八角。采八角是个技术活，八角树高超过10米，最高可达20米。而鲜嫩的八角果容易受到损伤，不能用竹竿敲打，人工采摘是最佳也是唯一的方案。为了采到八角，村民们练就了一身轻功。10几米高的大树只需短短数秒，他们就能攀爬至顶端。这样的采摘一年会出现2次，容县雨水充沛，热量充足，土壤肥沃。生长在这里的八角树每年会开2次花，结2次果。3至4月所结的果实被称为春八角，而9至10月成熟的则被称为秋八角。秋八角因品质更高，又被称为大红八角。广西人对一天的期待，常常开始于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。将软糯的米粉烫熟，浇上一勺咸香浓郁的卤汁，搭配上卤好的肥肠、牛肉，最后来上一点葱花，点缀提香。开嗦。一碗米粉能否受到街坊邻里的认可，关键在卤水。卤水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米粉的色香味。店主陈思华每天都会亲自配置卤料，这是保证米粉风味的核心秘方之一。除了花椒、甘草、桂皮等香辛料以一定比例搭配，他最看重的是八角的品质。八角拥有独特的挥发性和刺激性的芬芳，好的八角经过较长时间的水解和加热，会让肉制品在去除腥味的同时，获得更加醇厚的香味。作为八角的黄金产地，玉林产出的八角果大肉肥，色泽红艳，天然的离好八角的标准更近。但除了优异的资质，还需要后天的加工，八角才能绽放其香。水煮杀青，八角褪去青色，而后持续的晾晒，使八角成为香料的最后一步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八角缓缓睁开了眼睛，露出油光发亮的八角籽。此时八角的角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细细长长的眼睛。睁眼率越高，说明干度好，果实更健康。最完美的状态则是8个角均开了口，而且开口也不能太大，八角籽刚好不会掉落，最为合适。此时八角的香味既得以释放，也能更好地保存，以备后续使用。玉林国际香料交易市场，当地晒干的八角大多被收购集中到这里。陈继宗被周围人亲切地称为“八角大王”。每天早晨，他开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香料市场里走上一圈，了解今天八角的行情。就是米多了一点。这是20块06一单斤，干的呢？干的多少钱？每天仅从他手里交易的八角数以吨计，买卖通全球。
而作为世界最大的香料交易市场，玉林国际香料交易市场几乎掌握着世界香料的定价权。在这里不仅有八角大王，还有肉桂大王、沉香大王、丁香大王等等。他们让世界香料看中国，中国香料看广西，成为现实。八角收获的世界，山间平坦的空地都被用来晾晒八角。仔细听，窸窣作响的是八角睁眼的声音。如果阳光充足强烈，大约5至7天即可晒干。山里的雨来得仓促，不过晒场的工人早有准备。这场小插曲不会影响人们的心情。为了丰收而拼尽全力的过程，有时候比丰收本身更令人幸福。生活在隆盛的祖祖辈辈，向来拥有着改造山河的能量。整个县域都是山地，近90%是16度至46度以上的陡坡。梯田成为人们扎根这片土地的妙招。与龙脊梯田直线距离不到8公里的上孟村，同样将坡地开垦成了梯田。只是在这里，人们开始尝试种植水稻以外的作物，让梯田的力量发挥到极致。这一天我好久没倒车来了不？那时候倒了。倒了几天了，我终于倒不起了。那着。架子的倒塌，显然在黄华山夫妇的意料之外。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原样，才能不影响即将到来的采收。随着一根根竹竿被扶起，即将收获的果实也终于现身。罗汉果起源于桂林永福，人们对它的食用在很长时间里依赖于野生。是谁第一个尝试在隆盛的梯田上种罗汉果，已不得而知。不论他是无心插柳，还是深思熟虑后的大胆尝试，山区海拔高、昼夜温差大的地理特征，的确让隆盛出产的罗汉果更甜，一上市便大受欢迎。因为今年的罗汉果结多了，这个稻子。罗汉果，即便是体积偏大的果子，重量也不过半个鸡蛋而已。但当成千上万个果子一齐膨大时，一旦遇上风吹雨打，罗汉果架很容易不堪重负。150亩梯田相当于238个篮球场。这是黄华山即将收获的面积，期待已久，也颇有负担。好在夫妇俩心态一直很好，已经压碎的果子不算太多，只要及时的把这一片倒塌的架子修整好，便不会再牵连更广。修整好的罗汉果藤还会结出新的果实。黄华山种植的罗汉果是经过选育的新品种，可以实现当年种当年丰产。而在20年前，夫妇俩种下一株果苗，要等3年。实验人员的研究也帮助罗汉果实现了产量的翻倍。在精心照料下，单株苗最多能结出120个罗汉果。10月到12月，罗汉果次第成熟，妈妈采摘，爸爸运输，女儿则负责选果。很少有水果不按重量，只按照个数销售，罗汉果便是特例。罗汉果成熟时反而比生长期的果子更轻，按个数交易更为方便。人们设计出了专用卡尺，以直径把罗汉果分成特果、大果、中果、小果、次果。
个数太多，体积太大，运输就成了麻烦事。更何况还要经常翻过100多级的梯田。好在人们寻找到了和这片土地共生的办法。这是专属于罗汉果的特快专利，仅1趟就相当于2个人往返4趟的运输量。黄华山家150亩的果园，今年将会诞生100万个罗汉果。往年全靠肩挑背扛，如今有了索道，黄华山轻松了许多。他也可以一路小跑回家，有心情品尝一下甘甜的泉水。当罗汉果涉级而上，丰收也离他们更近了。罗汉果的果壳薄如鸡蛋壳，内瓤像海绵一样松软。作为葫芦科的一种，罗汉果和黄瓜、西瓜是亲戚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名字里带果，但其实它是瓜，皮薄瓤厚的瓜。烘干之后的罗汉果，在两广地区的早茶中很常见。果壳、果肉，连果壳上的绒毛都具备清热润肺的功效。抿上一口罗汉果茶，十分清甜又不觉负担。舌尖上的甜味，正是罗汉果甜苷所带来的。这种甜味成分，甜度是蔗糖的300倍，但却几乎没有热量。这样天然的优势，让罗汉果以代糖的形态闯进了甜味剂的市场之中。深夜12点，黄华山回到了家中。一天的疲惫，也终于可以稍稍卸下。对一家人来说，也许明天还会一样的忙碌，但他们依然对明天的到来充满期待，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，这也是很多人的生活。脱离水分，鲜而不腐，这样保存食物的智慧，也许并不是由人类率先领悟。秋天，阳朔的山水悄然发生变化，从石缝里钻出的九龙藤，仅凭一己之力，改换了青山的色彩。花朵虽然迷你，但数量极为可观。每一树都有60至100朵，每朵花蕊间藏着晶莹的蜜珠。这样大规模的天然蜜源，对人和蜜蜂来说都极具吸引力。100群蜂，至少100万只蜜蜂。它们不是这片山林的土著居民，而是在昨夜归巢后，跟随蒙丽娜和黄明心移动了200多公里，赶赴这场花海盛宴。花海间，初来乍到的蜜蜂们尽情吸食花蜜，也有部分蜜蜂负责采集花粉。花粉会成为幼蜂的营养来源，帮助它们尽快成长，独当一面。对于养蜂人来说，追花逐蜜虽是生活的常态，但每次的出发与抵达，总还是需要些时间来适应。好在这次驻扎的村庄已经来了3年，邻居也成为了好朋友。大多数情况下，蜜蜂可以自主工作，不需要人们过多的照料。黄明心决定利用空闲时间教会邻居阿才养蜂。因为呢，你看到没有，现在起泡啊，再那个它就冒出来了。我们溶了之后就可以用刷子，可以关火了。啊，他们就地取材，将树干的内心掏空，将融化的蜂蜡细细地刷在树干的里层。啊，就这样子，看到没有？全部涂均匀涂均匀，那个裂缝，这些都涂均匀了。上下都钉上木板，只留一些小小的缝隙。
这就是最原始的人造蜂箱，放置在野蜂易于发现的地方。蜂蜡的香味将吸引山中的野蜂前来安家，没什么花费，也不用精心打理，只需耐心等待，阿才一家人便会收获香甜的九龙藤蜜。九龙藤的花期在2个月左右，盛花期转瞬即逝。黄明心决定对蜂群进行一些补充。几天的探寻，他终于在一处石缝发现了大量出入的蜜蜂。撬宽石缝，小心地切割出巢皮。最终目标是这些护家的蜜蜂。将网篮倒扣，把蜂王和蜜蜂慢慢转移到网篮内。只要蜂王还在网篮内，即便留出大口，蜜蜂也不会轻易逃脱，而是围住蜂王结团。一下午的斗智斗勇，黄明心将野蜂装进蜂箱，蜂王将会安抚蜂群，并带领他们在此安家。野生蜜蜂从此有了铁饭碗。成熟的蜂盖蜜需要用刀割开，浅琥珀色的液体随之流出。九龙藤花的香味瞬间融化在空气中。与大多数蜂蜜不同，九龙藤蜜的甜并不直接，因九龙藤本身的药用属性，九龙藤蜜入口微苦，细细品尝，甜味随之而来。10多天的时间里，从植物的花蜜到蜜蜂酿造的蜂盖蜜，这个过程其实远比人们看到的复杂。在蜂箱进出口的蜜蜂，不仅要守卫蜂群，还要负责蜂箱内的空气循环，让蜂箱内保持稳定的温度和湿度。在这样的空气流动下，采回的花蜜经过内勤蜂的反复酿造，水分不断蒸发，浓度不断提高，直至蜜蜂认为酿造完成，便会将这些贮蜜巢房用蜡封盖，以留作日后的口粮。这样辛苦的劳作，蒙丽娜也能共情。她取蜜时总会取一半留一半，为蜜蜂留下部分物资。采蜜需要习惯等待，在山间，夫妇俩打发时间的方式不多，在树下闲聊是他们想家的方式。更多时候，他们和阿才一家在一起，有了朋友，时间变得不再漫长，单调的生活也多了几分色彩。寒露风一起，意味着近2个月的花期即将结束。采蜜的旅程远没有停止，带着1000多斤的九龙藤蜜，夫妇俩和他们心爱的蜜蜂还将继续出发，赶赴下一场花开。我们的糖果种在梯田里头，大有八果又大又香，食下落下好甜，给生活加点甜蜜。保存甜美，没有什么秘诀可言，无非是一次次战胜时间。生活也一样，只要全力以赴，留在生命里的，终会是那些时间带不走的幸福。